Hello，大家好，我是加密卡尔。今天要讲的是比特币。比特币在2009年诞生，到今年2021年为止，已经进入第12年了。比特币是加密货币市场的领头羊。2021上半年的牛市主要是由美国机构所购买，并且不断的创新高，它最高来到6万4左右。美国机构的一举一动将会牵动比特币市场走向。那美国机构为什么要买比特币呢？这部影片将会告诉你原因。那我们开始吧。在2020年初 ，COVID-19 迅速扩展至全球，变成一场全球大流行疾病。金融市场上一片恐慌，美股重挫38%，比特币重挫超过58%。当时的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实施一系列撒银弹措施，而联准会鲍尔宣布了降息、以及买债、大规模的买入计划，且规模无上限，启动了无限量化宽松政策，挽救经济。各国开始仿效美国，无限的实施 QE 政策，在全球拼命砸钱救经济，让钱变得越来越不值钱时，时间再拉长来看，可以看到美元长年以来不断的失去购买能力。图中显示了美元购买力的趋势线。1913年，美国建立联准会 FED， 当时$1能够购买30个好时巧克力，现在你用$1也买不到一个。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之后，还导致了多年的经济大萧条，当时$1能购买10卷卫生纸。1933年，美国罗斯福总统签署了6102号行政命令，禁止私人持有黄金，要求美国公民交出所有手上的黄金给政府。每1盎司的黄金，政府会支付$20.67。当时$1能够购买10瓶啤酒。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协定，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1盎司黄金价格固定等同于$35。1944年$1能购买20瓶可口可乐。1971年，美国尼克森总统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布雷顿森林协定终结，$1能购买17个橘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美国政府为了拯救市场，实施了第一次 QE， 当时$1能购买2个柠檬。2020年 COVID-19 大流行，美国实施无限 QE，$1能购买1杯麦当劳咖啡。而美国众多机构考虑美元长期贬值这一点，不再持有大量现金作为储备资金，转而寻求更好、更保值的标的，譬如传统的房地产、股票、债券、黄金等等。还有就是具有革命性的比特币。比特币是一种去中心化、采用点对点网络运作模式，以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的加密货币。中本聪在2008年10月31日在网络上发表论文，随后在2009年1月3日发行比特币。中本聪的真实身份目前没人知道。在 P2P 基金会网站的个人资料中，他自称是居住在日本的46岁男性，这一点被各界怀疑，因为他在网络上的留言和比特币相关软体记录从没用过日文记录，而是使用道地的英语，并且随机在全天24小时不同的时间上线发言。这显然是他有意隐瞒自己的国籍和时区，或者是账号的背后有多人操控。根据语言习惯和时间统计的分析，一些专家认为他可能是一位居住在美国中部或西部的英国人或爱尔兰人。曾在比特币核心开发团队工作的程式设计师则认为其演算法设计过于精良，以至于不像是一个人单枪匹马所能完成。各种迹象表明中本聪可能是一个虚构身份，各界也开始纷纷猜测起中本聪真实身份。数学家望月新一研究领域包括比特币所使用的数学演算法。更重要的是，望月不使用常规的学术发表机制，而是习惯是独自工作，发表论文后让其他人了解，这跟比特币论文模式相同。尼克萨博热衷去中心化货币，还发表过一篇关于位元黄金的论文，被认为是比特币的先驱。他是一个从90年代开始就喜欢使用化名的人，刻
克雷格·史蒂芬·怀特公开承认自己就是发明比特币的中本聪，首度有人公开承认，但是他拿不出关键证据来证明自己就是中本聪。多利安·中本，当新闻记者在当面采访他并提出比特币的问题时，多利安的回答：我已经不再参与它，不能讨论它，它已经被转交给其他人，他们现在在负责，我已经没有了任何联络。这样的回答引起了媒体的巨大兴趣，各大媒体蜂拥而至，到他的住家外面守候，甚至跟踪他的汽车。在后来的正式访谈中，多利安否认了自己和比特币的全部联络，说自己从未听过比特币，只是误解了新闻记者的提问，以为新闻记者问的是自己以前和军方合作的保密性工作。当天，中本聪本人也出来否认，他在 P2P 基金会的账户在尘封5年之后发了第一条讯息，留下了我不是多利安·中本。也有人认为中本聪 Satoshi Nakamoto 的名字实际上是4家公司名字的组合，包括三星、东芝、中道和摩托罗拉，暗示比特币其实是这4家公司联手开发，并以 Satoshi Nakamoto 就是中本聪的化名来发表论文。结论：没人知道是谁。中本聪发明的比特币，任何人皆可参与，可以通过称为挖矿的电脑运算来获得比特币。比特币数量上限为2100万枚，以避免无限发行的问题，譬如美元。这样比特币就是限量的，而限量总是残酷的。任何使用者只要拥有可连线网络的装置，都可以使用比特币。而比特币第一笔交易在2010年5月22日。是美国一位工程师以1万枚比特币向19岁的网友换取2张披萨。当时比特币价值极低，一枚只有0.004亿美元。这是加密货币史上影响深远的事件之一。币圈将这一天定为比特币披萨日，每年5月22日，请记得卖出一点比特币，用获利买披萨庆祝一下。在上一次2017年比特币牛市，大部分上涨来源来自个人散户投资者，他们用自己的个人资金购买，其中许多人对加密货币有不同程度的了解，绝大部分都是想在市场中超短线获利。在本次的牛市是由各国机构所推动，比特币最坚定的美国机构代表 MicroStrategy 持有了大量比特币。MicroStrategy 是商业智慧软体公司，成立于1989年，纳斯达克代号 NSTR。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兼 CEO Michael Saylor 在2020年8月11日宣布，已经以总价2.5亿美元购买了21,454枚比特币，相当于每个约11,600美元，成为首个公开大量购买比特币作为其资产配置战略的上市公司。Saylor 的理由是：我们发现比特币的全球认可度、品牌知名度、生态系统、网络优势、架构适应性、技术实用性和共识精神，都是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了比特币作为寻求长期价值储存的资产类别的优势。这项投资反映了我们的信念：比特币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加密货币，是可靠的价值储存和有吸引力的投资资产，比持有现金还具升值潜力。Saylor 第一次购买比特币，以总价2.5亿美元购买了21,454枚，均价11,600美元。Saylor 在2020年9月15日发布了第2次购买比特币的消息，以1.75亿美元完成了16,796枚比特币的收购，均价10,419美元。过了3天 ，Saylor 公布了他是如何购买比特币的。他委托 Coinbase 交易所连续进行了74小时的交易，共执行了88,617笔交易，每3秒执行一笔约0.19比特币的交易，也就是每分钟买入约39,414美元的比特币。但如果幸运碰到1到2%的跌幅，随时都准备在几秒钟内买进3到5千万美元的比特币。也就是说 ，Saylor 打算越跌越买。2020年12月5日发布了第3次购买比特币的消息，以5000万美元购买了2574枚比特币，平均价格为19427美元。2020年12月21日发布了第4次购买比特币的消息，使用6.5亿美元的可转换公司债
拿来全数购买比特币，购买了29,646枚比特币，平均价格为21,925美元。2021年1月22日发布了第5次购买比特币的消息，以1000万美元购买了大约314个比特币，平均价格为31,808美元。2021年3月12日发布了第6次的购买比特币消息，以1500万美元购买了262个比特币，平均价格为每笔57,146美元。2021年4月5日发布了第7次购买比特币的消息，以1500万美元购买了253个比特币，平均价格为59,339美元。2021年5月13日发布了第8次购买比特币的消息，以1500万美元购买了271个比特币，平均价格为55,387美元。2021年5月18日发布了第9次购买比特币的消息，以1000万美元购买了229个比特币，平均价格为43,663美元。2021年6月21日发布了第10次购买比特币的消息，以4.89亿美元购买了13,005个比特币，平均价格为37,617美元。这10次的购买总共花费27.41亿美元，收购了105,085个比特币，平均价格为26,080美元。这些都将成为 MicroStrategy 的资产，而他个人早已在2020年10月28日公布持有17,732个比特币，均价为9,882元。有趣的是 ，Saylor 还曾经在2013年批评过比特币，比特币的死亡指日可待，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它似乎和赌博走在同一条命运线上。Saylor 不断加码比特币，已经影响了各大机构效仿购买。最大的可以说是特斯拉，而马斯克也乐在其中。这里列出前15名拥有最多比特币的上市公司。第一名当然就是 MicroStrategy， 第二名就是大名鼎鼎的特斯拉。网址放在下面，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后面还有哪些公司。如果你是最近想要进场购买比特币，在上部影片有分享抄底买入法，可以去参考看看。假如想要长期投资，可以使用另外一种方法，定期定额买入法。有很多人说比特币太贵，买不起。事实上，一枚比特币可以分成1亿份，那才是真正的最小单位，称为冲。你可以买入0.5枚，或是0.05枚，又或者是0.005枚。你可以依照你个人的资金状况定期定额的买入。例如每个月不管价格购买一次300美元。最重要的是别忘了，买到的比特币要存到冷钱包中，放在交易所的币不是你的币，随时可以消失不见。这些是今天的分享，影片希望有帮助到你。有任何疑问请在下面留言，我会第一时间回复你。别忘了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才能第一时间收到最新影片。那拜拜喽。